请问你找谁？哦，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。哦，好。王玉是吧？哎，这边请。哎，你好，你，李健。哎呀妈，这不李检吗？英雄啊！感谢你啊，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。哎呀妈呀，要没有你的话，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。那是找我是啥事儿啊？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，我叫关文博，您是万川主印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，对吧？对呀，哎，不是你们还这录像干啥呀？弄那么正式，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？都，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。哪个案子？还能哪个案子？这万海涉黑案呢？今天叫你来啊，主要是想聊一聊，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？天龙集团有啊，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？那不你妹夫吗？啊，你们挺熟啊？算是吧，这做生意嘛，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。再说了，在咱东平，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检这关系的，那在咱东平咋混呢？是不是？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。啊，什么来往情况？不就做生意吗？他来谈我来卖，怎么这还反事儿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哎呀，那挺多年了，3年了。那个时候3年前啊，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？他不找正主，为什么找你啊？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，我不熟吗？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？钱合适不就行？哎，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？不是，你啥意思呀？我帮你捋捋吧。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，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，没错吧？出庭作证的也是你，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。现在集散中心回到你的手里，事实俱在。这儿是检察院，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？我们已经非常清楚，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，系统里有人帮你，中间有人牵线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所以王玉叫你来，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。这是个机会，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，你要等我们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，明白？明白啥呀？你们想干啥呀？啊，跟咱录个像，干啥呀？翻案呐？哎，我是举报人，我举报这黑社会了，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？反咬我一口啊？咬谁呢？我说李检，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？有证据吗？有证据，你就留我在这儿。王玉，没证据我走了啊！这是在检察院，注意你的态度。你检察院咋的？你检察院怎么的？是不是得有证据说话？你有吗？拜拜，能走不？王玉，拜拜。报告。进。先生好。坐。你本来就血压高，还那么激动，你激动有用吗？我也不想，这不事儿赶事儿吗？
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，你放心，事故原因政府已经在调查了。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？就这个事儿，从法律上，他怎么给我儿子定性呢？还不清楚，公安还在查。万海，聊两句闲篇儿。你的矿是哪年到你手里的？问这干啥呀？好奇。得有个小20年了吧？你的矿上挺热闹的。10几年前，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，打死2人，你应该忘不了吧？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。当年开枪的，不是那个叫孙一虎的吧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就这俩货，那个被判的叫大虎，这案子当年那是江红军办的，你要问他去。老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句那一句的，你想问啥呀？乔振兴死之前，在查131枪击案。我就在隔壁，有啥事找我去。哎，好嘞。行，你们忙吧。哎，哦，哎，你要干啥呀你啊？给大点倒杯水你。哎，老杨，这来都来了，你把我工资先发了。没问题。先给他开了吧。这屋里咋还放着炮呢？哥，万海在这儿呢。当年的枪击案，你还知道啥？我啥都不知道啊，我有点头晕。我们矿被封了以后，小万总一直想着要重新开工，可矿管局根本就不搭理我们。你们那个升降梯，是不是之前就出过问题啊？没有啊，我敢保证一直都好好的。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定期要进行检修。定期检修。上次是啥时间啊？几月几号？几点？都检修了什么项目？你们那是啥情况？我不知道啊，能说出来吗？事故发生之后，有没有见过万朝？没有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比你们还着急。朝，你说朝跑哪去了？出这么大事儿，太突然了。最后一次见万朝是什么时候啊？在哪儿？应该是昨天。昨天我俩通电话来着。也怪我，前2天我俩闹点别扭，吵了2句。我约他，他也不来见我，没想到就出这事儿了。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你说他万一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说我咋交代呀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万朝这2天没在矿上出现是吧？我不知道。
我现在啥也不知道。我现在就只希望矿上千万别出人命，再出了个人命，我们家就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调查期间不允许离开东平，听到没有？好，哪也不去。如果万朝跟你联系了，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。好。好。走了。你警察跟你说什么了？廖德同是不是跟警察把咱们俩出卖了？不知道，最多就是罗队自己发现了什么，起了疑心。警察对你已经有怀疑了，这事儿你就……徐叔，我刚才自己想过了，我没办法原谅你做过的事情，但是我更不想放弃追查我父亲死亡的真相。如果先生真的是害死我父亲的凶手，那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我希望您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情瞒着我，咱们一切开诚布公。庄文杰家的租赁合同。哎，找到了，警察同志，您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份合同。就是他，拍下来了，联系一下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，看看他有没有案底。老段，咱这不都已经能确定他就是庄文杰房客了吗？咱还有必要继续查吗？我是觉得啊，还是庄文杰那个同学小孙，他嫌疑更大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英文的后缀跟任何一家企业或者组织都没有任何联系。要不咱们还是找廖德同问一下吧。不用了。虽然之前他帮咱们的忙掩盖过去了，但警察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才来找你的。咱们再找老廖，太危险了吧？你慢点，你先下来点看。戴蒙德是不是我认识那个戴蒙德呀？怎么了？哎，可真是的，我应该认识这个人。应该？只不过什么？我不想见他。为什么？你们俩有过节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联系方式，你自己去找他，好吧？咱们可是才说过什么都要开诚布公的，你打算现在什么都不说，让我一个人去找他？好，我带你去找他。二位里边请。带走，带走，客人来了。老戴。许大哥，你这么多年去哪儿了呀？我一直在找你啊！不是你这次来是？找你有事。你尽管吩咐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好。这位小兄弟是？哦，我叫庄文杰。姓庄。行，你下去吧。哎，好的，带走。快，进屋。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？哎呦！
大哥呀，这份名单你从哪儿弄来？这我不能说。能拿到这个完整名单的人，我大概也知道是谁。这是一个叫暗流的地下拍卖会的会员名单。虽然我也是会员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所有会员资料都是保密的。只有和暗流联系的中间人才可能会有这个名单。正好这个人我认识，廖德同。你就从他那拿的吧？没想到你们俩还有这层关系。普通的生意伙伴，但这个时候你拿到这个名单有点晚了。晚了？什么意思啊？2周前吧，暗流给我发了个邮件，说是近期要在青城市举行新一期的无实物拍卖会。无实物拍卖会？哦，就是先发个假的拍卖单，附上二维码，扫完二维码才能见到真东西。因为买家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他们又假面舞会做幌子，来隐藏地下拍卖。暗流一直这么干。这个拍卖会什么时候开始啊？2天之后。还有2天就是中秋节了，中秋是团圆的时刻。相信很多同学都会和重要的朋友、家人或者是恋人相聚，共赏一轮明月。如果暂时无法相聚，也一定会端起酒杯，向远方思念的人遥祝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里是青城大学广播站，我是广播员小爱。今天的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祝同学们晚安。你看，左边就是个幌子，右边对应的才是真正的牌品。等等，龙杰，你来看看这个。洛神。对呀，这个金麒麟摆件对应的就是洛神。难怪先生要这份名单。你说先生会不会来到拍卖现场啊？戴先生，您知道这次拍卖会的具体地址吗？邮件里没写，只是附件里有个邀请函。暗流的诸位尊贵客户，我们好久不见。这次邀请你们来，规矩和之前一样，确定参会者请在邮件里注明的参会时间前到达举办地青城市。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，回复邮件里请注明你们在青城市的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。届时，主办方会安排车辆接送大家到达会场。最后，希望各位在本次的拍卖会上都有所收获。这也看不出什么来啊！等一等，等等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写的什么？我截图看一下，这是个倒影，翻转过来就能看见了。这好像是一个酒店的 WiFi 密码和名称。哦，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呀。通常来说，酒店的 WiFi 密码
都是由酒店名称的缩写组成的。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字母去找到这个酒店。那你看看这是什么酒店？我查一下。青潭假日酒店。青潭假日酒店。根据本台的最新消息，茶园金库的藏品洛神于今日下午5点失窃。他一直掏兜啊，掏出个纸条来，上面就写着这个茶园金库。事儿挺蹊跷啊，茶园金库要发生什么事儿？我去了一趟，他们那负责人说没问题，他说没问题能行？那个盗窃团伙全都抓住了啊，目前正审着呢。你放心啊，我亲自盯着。只要是没销赃啊，我让他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吐出来。哪怕他最后卖了，你得想办法，你该怎么赔你就怎么赔你。啊，太谢谢您了，方警官。那个，你回头去队里一趟啊，配合一下后续调查就行。好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别的事啊。行，我走了。好，那您慢走，方警官。好，再见啊，方警官。哎，这么点一道歉，也就您非得跑一趟，打一电话完了。你是干啥的？你不是警察吗？这是小本生意，赚的都是血汗钱，你不来一趟，他心能安吗？是吧？又跟您学一招。哎，师傅，刚才他们来一短信，说一队又分一命案，听着都来劲啊，这就是奔着立功去的。罗坚呢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老想着立功。哎呀，还有就是，不管大案还是小案的，都是案子，是，你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。啊，立功就是时间问题吗？没说要立功，我是说这意思。哎，咱这时间，咱是下班回家呀，还是下班？我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你放那儿，你这小子老吃你师娘给我的拼。他说昨天我跟你师娘啊去菜场买菜，啊回来的时候，他一直掏兜啊，他掏出个纸条来，上面写着茶园金库。啊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事很蹊跷，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茶园金库要发生什么事儿？您没给金库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意思？我去过一趟。他们金库的负责人跟我说没问题，就是没问题吗？他说没问题能行吗？所以你跟我去一趟，再看看。咱吃口饭再去吧。啊，一会儿吃吧。上礼拜不是我带苏英上你们家蹭饭去吗？您做菜那功夫，师娘还跟我们俩絮叨。说你师傅啊，现在这个职业病挺厉害啊。
就是疑心越来越重。我觉得也是，就一纸条，保不齐就是谁跟您逗着玩呢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您过去不是那个反扒那边当头干了好几年吗？不知道得罪多少人，他又不敢对您怎么着，就吓唬您，结果吓唬错了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最近让师娘注意点安全还是真的。小偷哪个小偷有这个胆量？嗯，这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嗯，给你看看他那个纸条啊，在那个右侧那个马甲兜里面，给你师娘打个电话。喂，哎，师娘，您稍等。那个，昨天你不是给我拿那个纸条吗？然后我放到那个马甲，应该是马甲右侧兜里面，你给我找出来。哎呀，那堆脏衣服啊，我刚刚洗了，正往外晾呢。你赶紧去看看，你赶紧去看看，那这是不是洗烂了？你去看看。行，等等啊。老方，糟了，全泡了。你不是洗衣服之前你得翻一翻，得看一看呢。你就那，哎呀，算了。也就是老天爷都觉得这就不是个线索，老天爷给洗的。其实吧，师傅，您看咱们三队啊，要不然就是抓小偷小摸的，要不然就是捕风捉影的。要我说呢，哎，都不用多啊，就1年2大案，咱队成了。罗杰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啊？你怎么没完没了的大案呢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案子不分大小。没有大小，为什么有大案要案这个词儿呢？凭什么一队每年都是大案要案，到咱们队就是小偷小摸？凭什么一到年终总结的时候，人家立功受奖都没人提咱三队？每个队的工作分工不同啊，那为什么不把好的东西分给咱们呢？您做老好人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想有点进步空间，我有错吗？罗天，你给我下去！你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，我带不了你。下去，我带不了你。你这汤起了，小心烫死。哎，喂，
这不是我不想结，老天爷都不让我结。哎，罗杰，哎，跑哪儿去了？打你电话怎么关机啊？没电了呀？你师傅出事儿了。谁？你师傅出意外，从楼上摔下来了。挺严重的，现在还在急救室抢救呢。先这样吧，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。小罗，你师傅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，他说了什么？我当时手机没电了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，医生？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老方，老方，老方，方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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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罗坚，你师傅的事儿，局里已经调查过了。老房真的是失足坠楼，因为那个楼上之前发生过入室盗窃，老房应该是去调查的时候，不小心发生了意外。哎，老房这个人啊，就是太拼了。本台最新消息，在我市巡回展出的名画《洛神》于今日下午5点在茶园金库失窃，嫌疑犯在逃亡过程中驾车坠江。警方推测，名画《洛神》极有可能随汽车及嫌疑人一起坠入江中。打捞起的事故车辆已被警方列为洛神盗窃案的重要调查线索。来了。师娘。
12年了。你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前几天你不是让那个谁来看我了吗？他也带来一堆东西，我一个人吃不了。谁？苏英啊。你们俩怎么样了？他就是最近，他在我们单位指导我们工作。我知道，这孩子人挺好的，你要好好把握。我其实今天来，我有点正事想问问你。问吧。说12年前，我师傅说当时有一张纸条在您兜里。这事儿我记得。那天我正好跟老方去菜市场。吃苦瓜。行，可以。你说。都怪我不小心把衣服给洗了。米师傅看到泡坏的纸条，还跟我发了老大的脾气呢。您的意思是说这张纸条当时没扔？米师傅要的东西，我哪敢扔啊？我给他了。可是当时我不是参与整理我师傅的那个东西吗？没看着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给完他之后，我也没再见到。小雨，我之前让你查那短信怎么样了？您给我那条信息是网络短信，对方用了伪装基站。对于虚拟 IP， 我没有办法给你实时定位。啊，知道了。目的地青潭假日酒店，预计通行时间1小时46分钟。